外9处，皆出自于恩师名下。这种话我已经许久没有听到过了。还请老师恕罪，或许是因为9恒刚在鬼门关走过一遭，对死也是失去敬畏之心了。你真的以为你说的这么几句话，为师就会杀你了吗？不是，你错了，你错了。你呢，做得很好。为师希望你这样的人常在身边，唱唱反调，泼泼冷水，这样我也能时刻保持清醒。很好。哎呀，你现在赶快好起来吧！新政千头万绪，朝廷需要你，为师也需要你呀。你这个案子，陛下已下令3司严查。如果最后的结果确定是王玄犯的话，即便他是阁老，也要绳之以法。多谢老师。好好养伤吧。我先回了。哎，老师慢走。刚才我看首辅大人出去，面色不愉，可是聊得不好。他叫我不要与王玄范计较，被我拿话堵了回去。我虽猜到他会为王玄范求情，但没想到他为王玄范能做到这般地步。我说，河道贪腐有6处主证是王玄范的门生，他却只评价了一句，是有些过了。何其轻浮！难道因为这样，你就当面驳斥了他？总要逼他一逼，看他如何抉择。不过今日这么一试吧，方知老师与王玄范牵扯之深，远在我的意料之外。如此看来，有些事情就不得不放了。不光是朝堂上的事情，还有生意上，我都得打起12分的精神来。外祖母和二哥哥那边，也得想着送一封信过去。要不，咱们回一趟通州吧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敢当面教训我来了！说两淮下游15处决口由我负责。他这是疯了，这话能奈你何？他只是威胁我，我要不办王玄范的话，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，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范了，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。哎呀，老爷，他掌管户部，真要动起手来，我也管不了。长戚，
相爷的意思是，请王大人这回先退一步，回乡多休养几日，等风声过了再行祈福。既然首府大人都这么说了，下官从命便是。慢点。这么多箱子，这些箱子里都是什么？是行道司暗毒库的卷宗，不过都是10年前的了。彼时顾承亲王谋逆，他为抓住朝臣的把柄，买通了行道司，将记载百官言行的暗毒用船运出，结果被当时的内阁指使曹匪暗中截杀。当时我在漕运衙门，正好遇到。可是10年前的东西，现在还能有用吗？有用。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，都是有迹可循的。10年前，老师刚入阁，满怀平田救世的愿望。不过，也是这10年前的卷宗告诉我，老师用人过于看重实干，也过于看清品行。这卷宗怎么只剩一半了？老师的我早都看过了，有用的我都带在身边。那想来王玄范的你也都看过了？所有朝廷重臣们的我都看过了。那你准备怎么查？能让老师维护王玄范到这个地步，王玄范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。难道是谋反？首府大人和顾承庆王，难道暗地里有勾结？是个方向。不过这里没有顾承庆王，有顾瑞长王的。在我除去顾瑞昌王世子之前，就已将顾瑞昌王的卷宗通读了一遍，应该在这儿。来，景宁念4年9月初3，李直请渔阳散人刘恒为王母于府内打轿，承庆王长史周丰、通政司郎中王玄范之管家王念恩列席。宴后，王念恩送蜜蜡18子一串，并密菊鸭梨各2篓，至东阁大学士赴海莲府。这个渔阳散人是什么人啊？你可知道纯元教？为山地守贫穷，济民端，造我的相富贵。方才有人扔了个石头进来，上面绑着这个。手天地做代国。
你怀疑是王玄范？不是他还有谁？他狗急跳墙了他。权力动人心，不舍拂衣去。相爷，夫人，张公公命人送来消息，说陛下已将叶县召回，令他调查王玄范行刺陈燕宇一案。相爷，叶县这小子可不会向着咱们呐。陛下有旨，陈燕宇遇刺一案交予旋风卫主审，刑部大理寺协审，着旋风卫指挥使叶县火速回京。多放仔细些，老爷太太的细软些单放着，贵重物件别磕着了。当心点，快着些，窦院姐别磨蹭。若非你执意要跟陈燕宇斗，咱们也不至于这样。你倒是说话呀！这事明明跟咱们无关。你有完没完呢？你冲我吼什么吼？你就知道怪我，难道你没错？这事儿都赖你！冲他们吼去！能怎么办？如今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？喂，叶县，你怎么回事？哟，原来你真受伤了呀！没事，我还以为他受伤是假的呢。叶县，说正事，死了几个人？3个，除了王玄范夫妇，还有他们府的管家。王念恩，你怎么知道？先去看看。王相爷与夫人乃是中了炭毒而亡，管家王念恩乃是被人勒死的，死前明显有与人争斗的痕迹。这3人的死亡时间均在今日丑时至寅时之间。这管家身上有没有什么残留？大人慧眼如炬，您瞧。王玄范和其夫人是被管家烧炭而死，而杀死管家的，则另有其人。还有别的发现吗？他这里怎么破了？回夫人的话，此处伤口与死者拇指指甲相吻合，应是他临死前掐的。
可是他都要被人勒死了，怎么会用力掐自己呢？而且，还是在这个位置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发现管家尸体的时候，他坐在地上，左手摆了一个姿势，颇为古怪。后来尸体被移动，手上动作就变了。还记得是什么姿势吗？仿佛是这样。纯元教。纯元教。这府里上下都查探过了吧？连只鸡都跑不出去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有一些猜测。若想确定的话，还得再试一试。先是陈彦宇遇刺，又是王玄范夫妇中炭毒而亡，其二者还都是朕的阁老，想不到京城治安竟败坏至此。陛下，此案并非治安之过。先生请讲。王玄范是跟随臣多年的幕僚，九恒更是臣的门生。此案旁人多有猜忌，但都不敢仔细询问，还是由臣亲自来问吧。王大人，下官在。大理寺先前曾经查明，王玄范曾派人盯梢陈九恒，可有此事？确有其事。其人招供，王玄范因担心陈彦允会牵扯出他与承庆王的往事，命其盯紧陈彦允，一举一动都需回报。你曾亲自问过王玄范？王玄范狂悖，不肯见下官。先生若有结论，尽管直言。以臣之见，无论是陈九恒遇刺，还是王玄范被毒杀，此两案实属一案。倘若王玄范是唯一能够刺杀陈九恒的幕后之人，那么毒杀王玄范的人里，陈九恒嫌疑最大。以臣之见，若换作一般人，毒杀王玄范之事可谓匪夷所思。可陈彦允身居高位，精通江湖手段，又有功夫在身，若是他出手，则臣以为大有可能。此案过于恶劣，臣请陛下严查，将凶手绳之以法，明正典刑。臣请陛下严查，将凶手绳之以法，明正典刑。陛下，依臣之见，当令陈九恒戴罪，捉有司捉拿，正朝堂之风。
臣叩见陛下。沉静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怎么不在府里好好养伤，还来上朝啊？回陛下，臣听说王玄范夫妇不幸遇难，便想着还是上朝来吧，要不然怕是为人公节，平白背了黑锅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做什么？陈大人莫要一竿子将满朝诸公全打成恶人。下官有一事不解。下官听说陈大人受伤颇重，怎么这会儿瞧着还挺康健呢？哼，苏大人前几日来我府中探病，还说愿日夜焚香，早早好起来。怎么现下我总是好了一些，又不高兴了？下官不过合理质疑。陈大人又何必出言嘲讽？质疑？你是要质疑首辅大人吗？首辅大人，您前几日来我府中，不是带了太医？那苏大人这是质疑太医呢，还是质疑首辅大人？行了行了，有事说事，不要做无谓之争。哼，九恒啊，哎，王玄范夫妇惨死，你深系嫌疑，就先戴罪，着三司审问查询吧。恩相，此话怎讲啊？就在前日，你亲口跟我讲，王玄范与故承庆王勾结一事，确无实证。我因此劝你罢手，不要再做义气之争。你当时不言。昨夜王玄范惨死府中，你敢说此事与你无关？哎呀，恩相，学生实在是冤枉啊！学生当时不言，心里满是酸楚，真是无法言说。你酸楚什么呀？学生不明白，学生都已经将王玄范贪腐修和印一事摆在你面前了，您为何还要受此报呢？看来王玄范说的是真的呀。王玄范说了什么？赈灾两案后，我与王玄范吃酒。王玄范说，他替恩相您所做的事情，比我做的多得多。之所以有拿麸皮换粮这个主意，那是因为恩相要扳倒范川。结果，王玄范拿了梁商的分红，却被您下了诏狱。可是，王玄范拿的分红，其实是替恩相您拿的。酒后无证之言，也敢拿到朝堂上来说，我看你是越发昏聩。酒后之言无据，那恩相，您单凭旧怨就推断我有嫌，这不也一样无凭无据吗？简直是胡搅蛮缠！大理寺何在？下官在。刑部。下官在。督察院。首辅大人，着大理寺主审王玄范一案，刑部督察院协审。陈彦云嫌疑深重。报，玄风卫指挥使叶宪求见。陛下，臣命人封锁王玄范府上下，
并严查何府众人，有了重大发现。什么发现？快快速来！陛下，不是都散朝了吗？三爷怎么还没出来？这是纯元教的印记。启禀陛下，纯元教善用各种印记，此印名无畏，意为甘愿效死，勇往直前。臣在王府管家后背发现这样的图腾。可据朕所知，这纯元教当初同承庆王谋逆失败，已然被尽数剿灭了。回陛下，当年只剿灭了一大半，还有一部分逃去了北蛮境内，为北蛮朝廷所用。还有这种事？北蛮朝廷用纯元余孽做什么？那是当年逃往北蛮的一些纯元余孽里，有一部分人是带着我大燕功名的，所以北蛮朝廷因为学者智囊，授官留用了。哦，那王玄范为何又用个纯元教徒当管家？陛下，虽然当年纯元教势力大，但是毕竟被我诛杀大半，如今冒出头来了，只不过是隐藏着的残渣余孽，掀不起大浪来。臣以为应着三思，细细寻访，同时要严格保密，防止谎言流出，淫惑人心。先生所言极是。那还要抓陈大人吗？还是让九衡恢复养伤吧。陛下，臣还要回文渊阁，就先告辞了。怎么了，老爷？王府的管家把无畏印纹在了自己的后背上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谁说的？叶县查出来的。不可能啊！纯元教头讲究的是洁净来，清白去，哪怕是为了父母亲人，也不可损伤身体发肤，更不用说将无畏印纹在身上了。难道是假的？不好，中计了！叶县，
爷，饿了吧？这是肉饼，快趁热吃。我不饿，陛下留我宿在宫里，你们回去吧。陛下留你，你随便找个人出来说一声便是，还自己特意跑一趟，哼，是不是怕我等得着急啊？我是来告诉李先怀的。是。你说说你这人，怎么老喜欢口是心非？三爷，出来了，聊得怎么样？放心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自己在府里等着，也不放心。他那么诡计多端，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叶县，你总这么说话，有意思吗？你俩觉得没意思就别用他。这有你什么事？我说错了吗？就他俩那点事儿，哪次没把你搅进去？还有你俩，都成亲了，能不能放过叶县？回家吧。看吧，他俩都相对无言了。瑞香，你说我怎么就喜欢他这个调调呢？姑娘慧眼识人。这是什么？叶县给的，约我们后日与陛下见面。臣妇叩见陛下。快请起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顾景昭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可真有本事，居然还能让陈青和叶青两个人为你相争。陛下，万金之体，怎可白龙于府？此地闲杂人众多，还是速速回宫吧。陈大人难得言之有理，臣这就送陛下回去。哎，别介，这好不容易才得了太后的允许出宫，真不提你们仨事情了不？真的，保证不提了。两位先退下，我和陈青有话说。此次多亏陛下援手，及时召回叶指挥使，臣才有机会逼老师让步。陈青不必多礼，应是朕要多谢你才是。若不是陈青发现了王学范那个纯元余孽大管家，居然是傅先生推荐给王学范的，朕是万万没想到，朕的首辅大人竟然和纯元余孽有染。估计是都有内情。不必替傅先生说话，以傅先生的才智手段，难道会随便推个来路不明的人？朕告诉你，这傅先生一定对这个王念恩的来历出处清清楚楚。其实傅先生与社稷有功，朕心中一直念他的情，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欺君罔上，揽权乱政。须知这天下是姓李，不是姓傅，如今还和纯元余孽搅和在一起，说不定还有什么更大的阴谋在。幸好朕还有陈青和叶青不计生死帮着朕。臣不敢当。叶县的功劳，朕是没办法再赏了，只能等朕亲政之后再说。至于陈青，朕已和母后说过了，敬你为建极殿大学士。陛下，母后已经答应了，由他开口，傅先生应不会拒绝。那臣谢谢陛下和太后娘娘了。那陈青好好养伤，朕日夜盼着你早日康复，回文渊阁与傅先生分庭抗礼。臣遵旨。
真没想到，陛下会主动和你联手。若没有陛下相助，我至少还要韬光养晦个几年，才敢与老师对抗。陛下若没有我和叶县做马前卒，也是毫无希望。只能说，缘分到了。不过咱们这位陛下成长得挺快的，再看看吧。你说，首辅大人会不会知道，那管家背后的印记，就是你叫叶县命人伪造的？不好说。可不管他知不知道，我和他都已是无法转圜的局面了。可若是这纯元余孽真的是首辅大人的人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也要在朝堂之上与他把脸面撕开，索性将矛盾摆在明面上来，总比他占着师生大义却在背后算计我。唯一麻烦的是，我的人都被他盯死了，动弹不得。我打算让青浦去趟山西。啊？那些纯元余孽不是大多在北蛮吗？北蛮靠近山西，而我早就在山西置办了不少产业。明面上是让青浦帮我去打理生意，暗地里让他去调查纯元余孽的线索，而且他身手又好，足以自保。你说呢？倒是个好法子。大姐姐，您看吧，我先出去了。好。我已参加了2次石城护使，发现一名北蛮商人带的我朝同意，行迹颇为可疑，日日烧香，问他拜的哪路神仙，却支支吾吾。我照着姑娘吩咐，不敢打草惊蛇。王念恩是当年王玄范刚来京城时，由傅海莲引荐给他的人。我顺着这条线一路追查下去，可惜查到现在，还是一无所获。纯元教在京城是十分活跃的，他们行事并不隐晦。王念恩若只是一名普通的纯元教徒，怎么可能经得住玄风卫的调查？早就露出蛛丝马迹了，又怎么可能会一无所获呢？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替他遮掩？可是王玄范已经死了呀，难道是傅海莲？暂未可知。可是你心里已经怀疑他了，不是吗？我就说，以傅海莲之精明，怎么会将一个不知根脚的人放到王玄范府里呢？看来他一定知道王念恩是纯元教余孽。可话又说回来，他既然知道王念恩是纯元教余孽，他怎么会将他放在王玄范府里这么多年？看来傅海莲跟纯元教撇不开干系。都只是推测，暂无实证。我的人都被老师盯死了，我也不敢打草惊蛇，只能仰仗你了。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求我？我求你了吗？你也可以不查。你知道吗？其实爷最想查的人是你。你知道太多了，什么往生印、无畏印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？世子爷平时要多读读书，所以爷觉得你有点像纯元教余孽。你也可以根据这条线索查下去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陛下命我转告你，何文信丁忧了。傅海莲将王玄范的案子归咎于纯元教余孽作祟。哦，还有你遇刺一案，也都一并算在了王玄范头上。王玄范遇到你，还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啊！
三爷，宫里来人了。看来是你觐见极殿大学士的旨意到了，恭喜你啊！陛下可就指着你和傅海莲这对师生分庭抗礼了。雷霆雨露，皆是君恩呐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文渊阁大学士、户部左侍郎陈彦允，学贯经史，才通事务，睿智匡时，宏才赞礼，是以谨见极殿大学士，加封太子少师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今与福建市舶司、龙江造船厂、松江丝织厂诸多急需用银，臣与户部商定，拟将明年九边的军费降低30%，以支援经济。哦，那既是内阁议定之事，那朕就……陛下，臣有异议。老师不顾反对，极力主张裁撤边军，削减军费。可我朝与北蛮人前后打了20年，言和至今不过1年，他凭什么如此断定，可以对北蛮人放松警惕？除非他料定了北蛮人不会撕毁合约，突然开战。可他凭什么这么笃定？只有一种解释，老师在北蛮有自己的消息来源，而这道消息来源，刑道司、文渊阁，乃至陛下都不知道。那就是独立于朝廷之外的了。我这就进宫觐见陛下。下次见面换个稳妥点的地方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微探光雨，不负同舟。